大家好呀，今天我们来玩一个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土豆兄弟啊，这个 Brotato， 这是应该是荷兰的工作室做的。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游戏啊，这游戏我已经玩了挺久了，它就是不同的这个角色啊，拥有不同的功能啊，对吧？如果是已经像比如说背景已经是红色的，这种说明就是我已经用它通关过了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这背景就是这种黑色的。比如说这里我们来选一个大嗓门，然后或者选一个易变体，幸运。我们来选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比较喜欢用的东西啊，最大生命值300%，法师，游侠，无法，我们也选一个这个游侠吧。他这个就只能用枪械，其实粉碎者是比较厉害的，但一般开始我们可以用粉碎者吧。这里有几种难度啊，比如说0是最简单的，5是最难的。我们这里对吧，20关算是基本通关，也可以参加无限模式。我们这里选个比较简单，选个3吧。你看这个游戏呢，它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一点，就是它首先是瞄准是自动的，对吧？你就走到这个小绿块，相当于是分数。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那里有一个分数，然后这是呢，这个游戏其实是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游玩的元素啊。首先大家就是每一关特别短，然后选择这里我们选择攻击速度，其实也是个数值游戏，可以在右边的属性面板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属性啊，主要的属性还有次要的属性，对吧？那我们再选一个，比如说再选一把这个冲锋枪、激光枪。然后呢，如果你选择完之后呢，默认对吧？你钱不够了，看到我们上面钱只有7块钱，买不了更多东西了，对吧？我们就出发。它这个武器是可以升级的，就2把武器、3把武，应该是2把武器吧，3把武器可以升级一把更高级的武器。而且其实这个游戏里面还融入了很多塔防元素啊，比如说这个树啊，后面还会有大炮。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到这个相关的元素，对吧？现在我们看到血量这个英雄的特点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去推出来看一下，最大生命比较少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英雄，对吧？加50范围，起初始拥有一把手枪，远程伤害增加50%，无法装备近战武器，然后就是最大生命值会减少25%，所以加生命值就性价比比较低，主要就是增加伤害，拿更多的手枪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继续。你有没有看到它是自动瞄准的？然后你知道一个箱子，在箱子在结算的时候呢，这个箱子会给你一个道具，要不要这个道具？加最大生命值，减近战伤害，减攻击速度，这一看就不需要嘛，跟我们的属性是相冲突的。加伤害，加闪避，加远程伤害，加伤害。然后我们这是可以选择更多的手枪，加伤害。好，继续出发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其实前面就是更快的拿到6把武器，对吧？可以看到这个大家主要的作用就是去捡这个豆子，绿色豆子。这个绿色豆子其实也就是钱，你在里面可以消费。但这个豆子也可以攒到下关再吃，下关再吃的话，它的分数就会乘2，那吃完就没有了。这个怪也分很多样的种类啊，也是由易到难。你看它每个关卡的时间其实非常短，只有30秒到1分钟。所以它这个游玩的进度啊，这个快感的获取是非常的迅速的。远程伤害加2，加速度，加伤害，加伤害，手里剑不需要，生命再生，元素伤害，最大生命值，出发。你看这每一关，这关只有35秒，它这是第4波。两分，它不同的怪异，有的怪异会射出不同的这个子弹的。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啊，它是个固定版图的游戏啊，它并没有很大。你看到这个仙人掌，其实就是可以回血。这个树打着就会有个仙人掌可以回血，但如果你血量满的话，吃了没什么用。但是后面也会有一些道具，比如说吃了之后会增加最大血量上限啊，那就有非常多的道具在这里面。增加伤害，比如说工程学有什么用呢？这后面会有炮塔，最后这个游戏会变成塔防游戏啊。选择优惠券，冲锋枪，合成吗？哦，它是2把就可以合成一次。加一个猎枪，
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每关的这个难度会逐渐的递升，到特定的关卡会有 BOSS。它这个每个武器是自动追踪的，所以说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只要唯一要控制就是它的移动。可以看到这个游戏还是个非常轻松的小游戏啊，并不需要大家去做太多事情。但是如果想它里面是无限模式的，它的数值设计并不会让玩家永远的一直在这里游戏，因为它后面的一旦过了40关到50关之后啊，它都会变得特别的难。伤害宝器继续增加伤害。粉碎者2，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的2把枪、2把手枪可以升级，你还可以现在可以把这个2级的枪就是蓝色的手枪2。我们再买把粉碎者2，致命值不用加，继续6波。这其实也是一个长期运营啊，它里面甚至还有一个什么猪猪存钱罐，对吧？如果想达到比较多的关卡了，想通过比较多的关卡的话，在这个数值运营上要稍微细心一点。哎，这是一棵树，这个仙人掌吃了也没用。有的树里面会掉箱子，这个箱里面是道具。其实在开始它不吃呢，其实也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它最后都会自动把箱子自动吃掉给你。但是虽然虽然地图不大，还是需要大家不停的游走，主要是为了吃箱子。当然也是为了收集这些所谓的金币，这个绿币啊。这有2个箱子，眼镜将增加射击范围，拿取，增加8%伤害。下一关出现这个特殊敌人，拿一下吧。幸运，这个幸运特别有意思，这个幸运是包括大家可以在选武器的时候会刷新出更好的武器，我觉得选一下挺好。近战对我们完全没有用，增加9%的速度不错。你看到是增加3%的暴击，哎，这个挺不错，这个也挺好。但是我们升级能拿吗？可以，可以默认就会自动把我们之前的一个的粉碎者1变成粉碎者2。哎，这个也不错。来，出发。我们也看到现在就上一关结余23块钱，对吧？这关就刚好选这个道具啊，出来一些比较恶心的怪。速度比较快一点。这小游戏呢，大概玩一把大概20分钟左右啊，给大家就消遣一下。这公司在它这个游戏呢，其实不光在这个平台上，在非常多的平台都上，比如说还在 Xbox、PS5 以及这个 Switch， 甚至手机。它的手游是通过第三方去改的，因为可能不是他们自己公司做的。那个手游就变成了每天签到打卡，就是为了要赚钱的一个小游戏。功能内容基本上一致，但是我觉得还是 Switch 上的这个更原版一点，就是它并不需要你额外充钱，就是固定的，你每通关一个英雄就增加一个道具这样。但是如果你大家在 Steam 上购买呢，它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通关的额外的一些包裹。哎，这个看着不错的样子。生命窃语增加伤害，远程伤害，粉碎者。拾取箱子加15%材料，这个挺好的。多加一点血，粉碎者。其实我们粉碎者这时候可以选择把它升成3级粉碎者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级粉碎者给买下来。这样最后可以把它升级成4级粉碎者。它这里最高的武器也就是4级。看到现在这一关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怪兽，但总的来说，对于目前的火力来说还是非常 easy 的。这个虽然看似比较轻松啊，但是后面其实会突然在特定关卡会变得比较难。现在这是第8关而已，还是比较容易的。这个英雄的特点就是伤害比较高，它的伤害加成是有50%额外加成。那就要小心冲上来，可能就很快就嘎掉了。我会看到这个，随着我们获得越来越多的这个钱币啊，我们虽然还攒下了一些没有花完，觉得幸运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遇到后面有好多装备需要幸运来刷才能刷新出来。龙门枪2，哎，正好可以升级。
变成冲锋枪3了，变成紫的，大家看这是变成紫色，这是我们之前选过的道具在这边会列出来。啊，比如说点一下这个刷新就可以，哦，火箭筒，哇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我们可以选择，你看我们可以看上一关它造成了多少伤害，我们可以淘汰一下最弱的这把武器，回收去把它卖掉，然后买成火箭筒，啊，就变得特别厉害的样子。我们会再刷新一次，你看这时候我们出现了炮塔、医疗塔、工程学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多用。好，我们也没什么钱了，开始出发。那这是有火箭筒，火箭筒是非常强力的武器啊，越到后面它会有一些甚至还出现什么加特林啊，一些奇奇怪怪的武器。虽然这游戏在看啊，这个塔在这里，它每几秒就会给我们自动加一次血。所以这游戏看似比较简单啊，它其实加入了非常多的数值设计以及自动化的过程。所以大家玩家看似只是进行了移动的工作，但是它其实自动的算了很多东西在里面，所以让大家感觉到很爽啊。其实玩家其实啥都没干，就是在摇杆上推而已。这就是它有这个游戏的设计的精妙的地方，所以在这么多平台上售卖的非常好，所以这个游戏的就是赚了非常多钱。所以我们可以在游戏上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啊。哎，你看到哎，这个怪逐渐多，我的火力逐渐不支啊。其实这有些策略，比如说大家可以选择守在一个角落，对吧？这个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可以集中火力去攻击3个面的敌人，但问题就是我们有些东西无法去收啊，这个也不错，拿一下。工程学、近战伤害、暴击率、幸运，哎，继续加幸运，加击退，近战伤害没有用，刷新一下，手枪3，没有手枪3，火箭筒2。可以选择先不选择升级，先把这个给卖掉，然后再买一个火箭筒，然后这是手枪2，这个也舍不得卖呢。啊，这个炮塔可以选择先买一个，然后再刷新一次，加远程伤害，可以的。好，完成这一轮的购买，然后我们就继续下一关。因为就是虽然2个火箭筒升级到3级的火箭筒啊，它是3个的火箭筒的伤害会提升，但是2个火箭筒的伤害还是比1个3级的火箭筒伤害要高的，所以说这也是比较精密的数值设计。我们觉得没有血了，可以窝在这里啊，窝在这个医疗塔旁边。这个小炮塔也可以帮我们去打一些小怪，虽然它伤害比较低，但是后面有个核心的道具，就是一个道具拿了之后就是砍树，砍了一个树就会自动给个炮台，所以这个游戏就在瞬间会变成一个塔防游戏。我希望我们也能获得这个道具啊，后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这个游戏虽然看似很简单，其实里面融合了非常多的玩法，但是玩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推动你的摇杆，啥也不用干就行，然后选好你的武器啊，保证你的数值在一定程度上在每一关能够及时的通过。就这种感觉有点打不过了，就窝在这里了。这样的话，它的火力可以集中一点。因为像这个火箭弹、火箭筒，它是可以有范围伤害的。元素伤害没用，卖掉。加伤害拿走。工程学暂时还没什么用，远程伤害。哎，这个就是纯粹的好东西啊，拿一下。冲锋枪2没有，用不上。瞄准镜加远程伤害要的，再刷新一下。手枪1没什么用。磨刀石，暴击可以拿一下。啊，差不多了，走。11关这里有个啊，这你看这游戏其实也有点闯关性的，就是比如说这里是它是有 BOSS， 还挺可爱的。拿着菜刀的 BOSS， 还有我们现在火力比较厉害11关的 BOSS。你看这个红色的箱子啊，它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道具，忙不到这一关结束的时候是会看到的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小这个医疗塔旁边加血。目前我们的这个武力数值，就是攻击数值还是比较高的，所以目前来说遇到一些比较硬的怪啊，打起来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，就很轻松的就把他们给杀死了。但是感觉有点打不过的样子，就窝在一个角落里不要动，集中火力啊，吃一吃豆子啊，吃一吃箱子可以不吃的，最后也是会收到的。
主要是游走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树，所以这个树的设计啊，就是为了让玩家不停的游走。近战伤害一点用都没有，加20范围还不错，加护甲没用，加攻击速度不错，加范围不错。啊，行行，哦，道具打折，这个他回收了，然后伤害也可以要，激光枪没用，再刷一次，激光枪2没有，医疗塔好东西，工程学没用，再刷新一下小炮塔，这个是很好，每持有加1%伤害，对吧？这个现在5%的伤害。所以这个是非常核心的道具，它是随着人物会不断的成长。现在我们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核心的道具了，这是可以跟我们一是随着关卡的后面提升会获得更强力的道具，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获得了我们就是增加这个幸运值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叫幸运值，幸运值现在是45，这个幸运值啊就其实会帮助我们获得一些抽到一些更强力的道具啊。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小炮塔，这小炮塔的伤害现在是66，其实小炮塔伤害已经蛮高了，就是提升小炮塔的伤害跟这个医疗小炮塔的恢复力的话，就是要增加工程学那个数值，对吧？这个英雄其实工程学没有额外的加成，但是选一选工程学其实可以，但是它伤害加成是比较高，我们为了放大它的优势，所以大部分的伤害数值都给到了，就是直接增加它的伤害，性价比是最高的。那这个英雄就是血量特别低啊，加血量特别慢，所以说很容易被挂掉，所以我们要比较小心一点，控制不要被碰到也很容易死掉，尤其到后面这个怪的伤害是非常高的。12关护甲不要，近战伤害收获暴击，5岁者消耗品，好。新体验，现在我们运气比较好，就很快的就刷到了这个亚特林机关枪3级的，非常高，没有护甲会增加最大生命值，最大生命值加1，护甲对我们有用吗？没什么用好像，我们就先不选它，后面买更强力的武器。你看现在我们用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个武器，你看加特林啊，就非常厉害，我只要躲在这不动，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小怪就无法近身了。但是你看这个子弹的设计，虽然跑得比较慢，它的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对玩家直接造成伤害，是为了让玩家更多的游走。不然的话，这游戏变成了一个就是呆呆的游戏，呆着不动的话，虽然通过这些的设计，让玩家还是需要推动它的摇杆。我们可以故意的去吃个伤害，看这个伤害是多少。这是我们的火车。你吃一个伤害，伤害3个点，那我们吃不下几下可能会挂掉。在我们拥有一个比较长程的这个武器的，就是射击距离比较远的武器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选择增加这个射程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躲在一个角落里，啥也不动，我就在这射子弹就可以了。加2%伤害，那生命低于50时，生命再生双倍，不要白不要。收获生命再生，闪避没有，生命再生没有，生命窃取可以考虑一下。火箭筒3，所以你看现在我这里有2个2级火箭筒，对吧？然后我再买一个3级火箭筒，这时候呢，我可以把它再合并一次，也变成了4的中级火箭筒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值上升了，对吧？它这个是148，之前也稍微低一点。贯通伤害不会高于基础值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再刷一下吧。喷火器爆炸伤害，树木能不能一击毙命？现在我们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核心的装备啊，这个元素先被喷雾器先不要了。后面甚至还有核武器，有核弹，这是很奇怪的一些武器。它这些不断的武器和数值的设计啊，其实就是为了增加玩家的新鲜度啊。那你完成每个英雄，每个就是土豆吧，那完成那个新的关卡，它就会送你一个额外的道具，让你在未来玩的时候会不断的会有这个新鲜感的加入，因为道具是新的，功能也是不同的。
然后我们这是2个医疗塔，然后我们只要躲在这啥也不用干，过回来去收割一波小绿豆就可以了。这点数啊，这绿色应该属于叫啥？钱吗？只要没有子弹打到我们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保持不动。现在这个火力是完全足够的。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时间，比如说在10秒左右的时候，我们要转上去，对吧？把这个小绿豆给收集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下一关马上就可以去买一些武器了。特殊敌人加8%伤害，我有自信拿。加范围，其实我现在比较缺范围。冲锋枪现在没什么用。粉碎者，粉碎者可以考虑一下。10%攻击速度不错。好，你看现在我开始出现一些非常核心的这个狙击枪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我们得把哪个卖了？为什么？我就把这个狙击枪卖了。拔一下。工程学，没有，哎呀，好吧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狙击枪。那狙击枪呢，其实综合伤害其实并不高，但是对 BOSS 一些比较核心的大怪可能伤害稍微好一点。那后面甚至还有一些什么王者的宝剑啊、核弹啊，什么特别厉害的什么激光炮什么的，所以说还不断的提升这个玩家的新鲜感的。它整个数值设计，包括这个 UI 设计啊，其实都是非常精良的。而且它这个游戏用的是 Godot 那一个开源的游戏开发平台，所以说它不用给任何第三方的费用，除了给平台的一些分成之外。所以说，相当于在工具这头就不会被收益到。因为像如果大家用 Unity 去做这个游戏的话，你 Unity 那边可能就会有挺高的一笔抽成，或者就是授权使用费也很高，其实你小工作室可能也承受不住。但是它是用 Godot， 其实也是给大家告诉大家，就是其实用 Godot 也是可以做出非常优秀的游戏，赚非常多的钱，并不是必要依赖一些特别大的游戏引擎。加伤害，游轮车没有，冲锋枪，发现一下，窦老师，粉碎者3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粉碎者4，工程学，酱宝宝，点一下，再刷一下，地雷可以买。好，出发，没钱了。现在我们看到，现在已经到了第16波，到20波，如果通关的话，就相当于这个英雄通关。当然也可以选择无尽模式，继续往后面无限的延伸。但基本上到30关、40关甚至50关的时候，那怪的数值就会设计的特别变态。这是也让大家知道，对吧？一个游戏最多玩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就该去休息了，不要在这里盲目打游戏。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数值的玩法，你进行一些特别的套路的这些武器的选择，也可以在长久的实现无限续航。比如说它无限增长生命啊、无限增长攻击力这些东西，但那可能就是这个游戏的比较高阶的玩法。虽然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摇杆，但其实能做的数值上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多样，所以这也造成了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的多样。你看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选到那个塔防的那个核心装备啊，如果选到的话，砍树就可以出现一座小炮台，那个就变得更有意思。没用，改掉，拿一下。工程学没用，爆炸好丑呀！很丑吗？你说的有道理啊。喷火器、医疗枪、金属探测器。走吧，你这游戏你知道赚了多少钱吗？可能大几千万了。哎呀，希望我们也能设计出这么丑的游戏啊，然后赚很多钱，买大 house。就这么丑的游戏就能卖上千万吗？是啊，好玩呀！它数值设计非常优秀，页面简单，但是它就出现一个数值的无限循环，然后让大家特别喜欢玩它。成立启动，有些小朋友啊，还有新鲜的东西啊，而且就是游戏啊，不但刺激你的感官，还有一个小东西在滑跑。你不理解啊，好吧？好丑啊！它这个所以他们 UI 是可以再提升的，我觉得这样可以卖更多的钱。这个人当我们小团队当时很穷吧，
所以只能做出这么丑的油案。3%每吃一种武器，攻击负3%攻击速度，一手拿取速度，哎呀，选错了，不要紧。还是核弹发射器啊！现在我们终于有核弹了。现在27000、2800、2800、1000吧，所以我们考虑卖掉它，买下核弹发射器，买下危险的兔子。安心一下，生命再生不需要。再刷一下小精灵。生命再生，生命再生，哎，这个是白送，你好，也不错，好，出发。现在我们也来到第18波，啊，这个游戏即将迎来终点。我们也看到，这时候的怪已经变得速度，它也会变得更快，对吧？其实它的生命值也会变得挺高的。不过现在我们因为选到了核弹啊这些比较强力的武器啊，这些小怪在面前像纸糊子一样。但这个英雄有个缺点，就是它的生命值非常低，可以看到只有21点的生命值。如果选一些皮厚的英雄啊，可能就是皮厚的这些土豆啊，可能就可以达到100、200甚至300的生命值，这样不太担心剐蹭。我们在寻找更多的小树苗，吃上更多的绿色豆豆。这绿色有点像线粒体啊。大范围，所以这不需要。显性远哦，你看这种意境戒指，这种就属于那种不断循环增加伤害的这种，就啥也不用干，我们回血都会增加伤害的，这是非常核心的装备。再刷一下勋章。没有更好的东西了，所以我们已经来到第19波，离20波结束已经越来越近了。为什么会紧张呀？那 BOSS 在这面前这个纸糊的一样，我现在有核弹了，我好厉害打不过我。哎，可能设计因素里面是有这么一点。你看这个有点像，这绿色有点像线粒体。叶绿素啊，叶绿素啊，土豆嘛，吃叶绿素。设计语言可能也这么一说。就是它就是在不同，我们有很多道具嘛，道具会这个土豆会把这些道具穿在头上，然后帽子啊什么东西都穿在头上，也很丑。增加伤害，每1%暴击加2%幸运，哇，就要幸运。你看敌人死亡对随机一名敌人造成伤害，这就是白送的伤害。发现，哎，增加范围非常好。发现护垫每100材料会加100增加生命值，这有啥用？没钱了，再刷一次。没钱了，好，我们先选个无尽模式，来点20关。我们也可以选择手动解除。你看这个 BOSS 在我面前，哦，好厉害的 BOSS 哦，你死了吧？你看打超过1半血就跑掉，哎，这就出现了相似，已经挂掉了。所以这个游戏，就是如果选的是模式5的话，就是难度5的话，它可能会出现难度，可能会出现2个 BOSS。那这一关过去之后啊，我们就考虑一下选择自己了结自己啊，变成一个红烧土豆。那每关的时间大概都控制在35秒左右，所以你看玩了20关的话，大概也得花小20分钟左右，15分钟。它这也是经过比较精密的数值设计的，
其实大家看到怪的种类啊，其实也就那么几种，包括 BOSS 啊，一些怪啊，大概可能就5、6种、7、8种。但通过这种循环的关卡设计啊，优秀的数值设计，哎，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装备啊！拿去，要8%生命再生，这个没什么用。刷新，火箭筒，用不上，刷新，猛犸完全没用，打幸运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21关会有什么？我希望我们多出来点怪，让我自己，我好像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我好像没有办法了结自己啊！继续，重新开始，返回主菜单。好，我们再尝试一下，看有没有办法了结自己。你看，这里是这个游戏设计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我现在，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我要死了。特别好，控制一下。再来一口。我怎么还吸血了呀？我吃不到。我有办法控制让自己不开火吗？没有办法，拿去。跟不上速度。好，一个精英怪会砸上，这样子我就很快就死掉，很快就自己嘎掉了啊。我们这会再看一下，对吧？我们这选了一些比较核心的武器，因为这个英雄之前没有通关过，所以这些送了一个新的叫什么夜视镜，加15%攻击力50%范围，对吧？在下一次游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获得，就可以有可能随机到这个物品。然后这里面就是这一关选择的一些所有的这个武器啊，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选到所有的道具啊，这个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点亮小铃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